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。遊戲时光的日历又一次来到了年底商戰。在1990年的年底，家用机市场出现了重要变化。超任主机已經於90年11月21日在日本正式發售了。任天堂精心挑選了這個日期，以超級馬里奧世界和 F-Zero 為首發護航。12月更有雷莎出擊、壞打旋風和宇宙巡航機3這樣的大作爭奪16位主機的遊戲市場。不過紅白機這邊各大廠商依然不會放過這部分龐大的玩家群體，在這個月總共發行了將近40款新作，其中也不乏經典的內容。我會分幾期來介紹，下面就進入主題。拉德的冒險由 Interplay 開發，动視发行了一款平台动作冒險作品，先後發布了美版和歐版，英文原名 The Adventures of Red Gravity， 其中 Red Gravity 是主角的名字。故事发生在遙遠的未來，人類已經殖民了許多星球，並發展出一種名為智能體的生物技術，能夠進行快速跨星球通訊。但這些智能體被大反派藏匿起來，僅剩一個叫做卡克斯的智能體可以使用。拉德和卡克斯要一起行動，在8个星球找到其他失蹤的智能体。遊戲融合了動作、冒險和解謎這幾種元素。開始時，玩家控制拉德在自己的飛船裡，角色的圖形非常大，起初能夠前往的地點比較少，需要逐步解鎖。選定一個星球登陸後，變成橫版的場景，拉德可以跳躍和攻擊，初始的武器是一把等離子光劍。畫面頂部綠色的方塊表示角色的生命值，受到傷害後顏色會逐漸暗淡，一開始只有1格，但通過探索獲得道具，能夠不斷地提升生命值的上限。橫版的場景裡充滿了平台，有些門可以進入並切換場景。在不同的星球上，要達到的目標並不一樣。之前的故事裡提到的內容可以理解為通常的目標，像是在場景裡找到並訪問一台計算機，可以獲得新地點的坐標，從而解鎖更多能訪問的星球，或者收集重要的物品，比如這裡獲得強力手槍，在菜單切換武器，發射子彈將敵人消滅。完成目標後，隨時可以在菜單裡選擇傳送設備回到飛船，再選擇新的目的地。也有非常規的目標，像是在特定的場景觸發劇情，根據信息完成對應的內容。比如第一關是進入計算機的內部，停止安全系統，通過第1個星球後觸發智能體卡克斯被抓走的劇情，得前往熔岩場景追趕敵人並將他救出来。劇情裡也包含了解謎的內容，像是這裡要找到一根骨頭來餵狗，然後站在奶牛的背上等待它移動並跳上房頂進入下個場景。每個星球場景都有自己的特點，最有名的是圖爾維亞星球，重力是反方向，主角、敵人以及整個屏幕都是倒置的。不同星球之間的重力差異也會影響角色的跳躍。此外，星球上還有些隱藏的場景可以探索，能得到的道具除了前面提到的槍、武器，還有強化的激光劍，擁有更高的攻擊力和更遠的攻擊範圍，垂直發射子彈的槍和強力手槍，以及威力強大的水晶炸彈。防具有4種不同顏色的盔甲，紅、粉、綠、白。獲得後，角色服裝的顏色也隨之改變。此外，還有少量的輔助道具。最後一關來到叫做泰洛斯的星球，是一個充滿陷阱的迷宮場景。在這裡找到最終 BOSS 阿加索斯，將他擊敗後，遊戲通關。這款遊戲的內容非常豐富，每個星球的主題都有着鮮明的特色，能帶來差異化的體驗。動作、平台跳躍和解謎結合得很好，謎題的類型也不少，主角的漫畫形象也讓人印象很深。缺點是單看動作的部分，操控手感不算太好，有點鬆散。BGM 不好聽，而且曲目比較單一，整體來看還是相當不錯的，個人評價3星半。礦工：失落之城的傳奇，一款由 Rare 開發、米爾頓·布萊德利發行的動作遊戲，有美版和歐版。主角的名字叫迪格洛克，翻譯過來是挖石頭的人。他是一名礦工，要在各種洞穴和墓穴中探索，尋找傳說中的失落之城。遊戲結合了動作和探索解謎的元素，主角的形象做得也比較大，面部表情展現得很到位。總共有8個可探索的地下區域，每個洞穴都是一個單獨的關卡。在關卡裡的目標要先踩下圓柱形的機關，開啟洞穴的出口，
畫面的左下方出現60秒的倒計時，在倒計時內找到並通過出口過關，超過時間的話門會關閉。不過每個關卡裡都有很多額外可探索的內容，除了第一關可以直接離開，後面的關卡都得探索收集物品才能過關。在這個過程中，除了應付敵人，還要面對機關陷阱。主角有一把多用途的鏟子，可以當做攻擊的武器，揮舞鏟子攻擊敵人，也可以跳躍，但跳的高度很有限。鏟子也可以用來挖掘打通道路。畫面的底部還顯示角色的生命值、剩余生命数、分數以及4個道具欄位。敲擊场景裡的岩石會出現很多的隱藏物品，最常見的是小石頭，收集這些石頭可以作為武器投掷出去，遠程擊打敌人。剩下的3個道具欄位是梯子、炸彈和鑽石，都能在场景裡收集。角色如果從過高的地方摔下去會暈倒，損失血量。架設梯子可以避免從高處摔下，炸彈用來清除障礙，打通道路。敲擊岩石有時還能夠出現蘑菇，对主角有强化的效果。拿到後衣服從黃色变成粉紅色，有一段无敌的时间。每通過一個關卡後都有一個獎勵關，在充滿陷阱的場景裡收集獎杯，如果被石頭砸中直接離開獎勵關。通過最後一個關卡就能找到失落之城，出現遊戲結局。這款遊戲的玩法並不複雜，道具種類不多，8個關卡設計的都不錯，但體量不大。遊戲的難度相當高，敵人數量很多，而且會重複的刷出來。洞穴主題的場景敵人相對還好，到後面的墓穴主題會出現骷髏、鬼魂等敵人，最麻煩的還有龍，加上一些陷阱很難應付。操作比較流暢，只是角色在爬行後要手動的讓它站起來，略顯麻煩。个人評價2星半。Go ahead. Make my day. 肮脏的哈利，根據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同名系列電影改編的一款遊戲。這個警匪動作系列電影第一部在1971年上映，到1988年共有5部，是美國電影史上重要的影片。遊戲的開發方是加拿大工作室 Grey Matter， 由 Metascape 發布。在遊戲的故事裡，骯髒的哈里·卡拉漢是舊金山一名凶案警探，他以破案的決心而聞名，即便違反了規定也在所不惜。一個綽號巨蟒的毒梟整合了舊金山所有的販毒團夥，建立了強大的販毒網絡，警方已經無法阻止毒品的流通和相關的刑事案件。哈里決定親自對付巨蟒和他的手下。本作屬於橫版動作類型，總共只有3個關卡，但第一關非常長，而且是非線性的設計。玩家控制哈里在街道上移動，按 B 鍵用拳頭擊打敵人，方向鍵上加 B 鍵踢腿，傷害更高。A 鍵是使用武器，結合方向鍵按一下瞄準，再按一下射擊。開始的武器是一把彈藥有限的手槍，同時按 A、B 鍵跳躍。在第一關的街道場景有很多可以進入的建築物，通過相連的走廊和門前往關卡其他的區域。在建築物的內部，以一個狹長的畫面顯示，左右移動，通過上下的岔路到其他的房間。在室內能夠收集到很多道具，這些道具都是消耗品。使用撬棍打開房門，在房間內用腳踢壞家具，或者跳起來踩踏箱子獲得道具。碰到保險箱時用炸藥將它炸開。能夠找到的物品包括彈藥、恢復生命的熱狗、撬棍、炸彈以及可以增加分數的金錢和毒品等等。角色的生命值不在屏幕裡顯示，要打開菜單才能看到。在室內還經常會碰到激光或者爆炸的陷阱、來回移動的蛇和埋伏的敵人。也有幾個能夠幫助哈里的角色，像是幫主角換上白色的西裝。這個籃球男可以給哈里提供防彈背心，抵擋15次射擊的傷害。到後面還能得到魚叉、火箭筒等武器。整個的流程經過街道的各個區域，進入下水道，然後前往碼頭。這2個關卡場景基本上是線性的，而且流程要短得多。最終來到一個叫阿爾卡特拉斯的島嶼，是大毒梟的秘密藏身點，在這裡決一死戰。除了引用一些電影原作的內容作為噱頭，這款遊戲幾乎一無是處，粗糙感隨處可見，人物的動作笨拙，攻擊有時還打不中敵人，關卡設計糟糕，前面大量的非線性部分內容繁雜，讓人摸不着頭腦，後2關敷衍了事，敵人不少的攻擊手段都沒法躲開。遊戲評價1星半。
龍血歷險記》，改編自1983年著名的同名街機遊戲。街機的原版是一个早期的互动式影游，使用了大量的激光影碟播放动画。玩家通過快速的反应，選擇方向或者按下按鈕觸發選項，從而呈現不同的動畫片段，在當年引起了不小的轟動。紅白機的這個版本把它改編成了橫版動作的類型，最先推出了美版，然後是日版和歐版。前兩個版本都是索尼的本地公司發行的，歐版由 Elite Systems 發布。三個版本存在一些差異，後發行的日版和歐版使用了容量更大的卡帶，幀率也有所提升，遊戲的速度比美版要快。最晚發布的歐版還新增加了幾種敵人和動畫。此外，本作的改編遊戲也有其他很多家用機和電腦端的版本。故事設定和原作相同，玩家扮演勇敢的迪克，完成各個關卡，擊敗巨龍辛格，救出達芙妮公主。在場景裡，迪克可以行走、爬行或者跳躍，出使的武器是投掷小刀。儘管主角有一個類似生命值的血條，但大部分的敵人攻擊或者那些令人髮指的陷阱都會導致祭死。紅白機版的道具都是用不同的字母方塊表示，像是最常見的字母 G 是金幣。有幾種武器道具，比如字母 A 能切換成扔斧頭，字母 F 是扔火球，相對要好用一些，字母 D 切換回小刀，還有補充能量條和分數道具等等。遊戲的流程其實非常的短，場景很少，城堡有7個區域，4個主要的關卡，從初始的吊橋到入口大廳、金礦、死神大廳和辛格洞穴，每個關卡都通過電梯井的樞紐連接。除了最終 BOSS 巨龍辛格，中間也有幾場其他的 BOSS 戰。遊戲本身的內容其實並沒有太多可說的，它已經相當有名了。令人印象深刻的遊戲畫面、糟糕的操控、角色極其緩慢的動作，加上各種讓人吐血的陷阱和關卡設計，讓它成為了經典的超高難度爛作。大部分的玩家都不會有足夠的耐心去磨練所謂的通關技巧，從而會被卡在第一個吊橋畫面。我也嘗試過堅持玩下去，但對於這種乏味的反覆試錯，也很難再保持耐心。個人評價1星半。成龍之龍，由哈德森發布的一款橫版動作作品，以成龍作為遊戲主角。本作在紅白機和 PCE 上都發布了幾個版本，發售時間挨得很近。最早的是 NES 美版，在90年12月發布。然後是 PCE 的日版，91年1月15日發布，1周後又發布了 FC 的日版。紅白機上美版和日版的內容區別並不大，但開始畫面很不一樣。美版顯示一個成龍的漫畫頭像，日版顯示的頭像在一個圓球裡，形象和遊戲內的角色樣子很相近。小時候不知道有所謂的美版日版，看到日版開始的畫面以為是山寨遊戲，長大了以後才知道當年玩的都是盜版。美版和日版的故事設定稍有區別，日版的故事是成龍的戀人明玲被邪惡的大妖術師無常童子抓走，主角前往營救。美版的設定是武術大師成龍拯救妹妹的冒險旅程。橫版場景裡主角可以跳躍和攻擊，基本招式是出拳，還有下蹲踢和跳踢。沿途能時不時的看到青蛙，擊打青蛙掉落物品。一個碗的道具能恢復生命值，碗裡面是拉麵。最主要的是能獲得幾種特殊招式，攻擊威力更大，得到後按方向鍵上加攻擊鍵釋放。招式類型和使用的限制次數顯示在畫面底部的正中間，有旋轉後踢、旋風腳、升龍腳和旋轉攻擊。按攻擊鍵可以蓄力，釋放勁氣進行遠程攻擊。右下角標記了使用的次數。擊敗敵人後可以收集掉落的能量球，達到一定的數量能同時補滿生命值和蓄力攻擊的次數。美版裡要收集30個，日版是50個。在場景裡還有不少隱藏的鈴鐺，通過鈴鐺能夠進入獎勵的小遊戲。有幾種不同的小遊戲，雲端跳躍，在強制滾動的場景裡有30秒倒計時，在消失的雲朵上連續跳躍。木人像也是30秒倒計時，向右前進，盡可能多的擊打不斷出現的木頭人。擊打泡泡，在倒計時內擊打上方吐出的泡泡，保護底部紅、綠、藍3種顏色的方塊。泡泡擊中的方塊會消失，得盡量減少損失。抓魚，逆流而上的魚不斷地蹦出來，盡可能多的擊中它們。完成小遊戲後，根據表現結算分數，
積累的分數可以兌換獎命、血量回復和蓄力攻擊的次數。遊戲分成5個關卡，每個關卡都有好幾個場景。除了橫版內容，還有少量縱向的平台跳躍，也包括了幾個強制滾動的橫向和縱向場景。關卡之間在一幅畫卷上移動，呈現主角的位置，角色都做得很大。除了呈現表情的變化，也能展現敵人的動作細節和多樣化的攻擊模式。關卡末尾 BOSS 的搞笑表情也很豐富。最後當然是要擊敗無常童子，救出女友。不過成功的營救後並沒有結束，還得戰勝無常童子的蜘蛛妖魔形態才能通關。這款動作遊戲當年在國內還是流傳很廣的，但在國外並不算特別熱門。儘管是以成龍作為主角，但遊戲內容並沒有充分的利用這一點，而且主角在游戲裡的樣子也並不像成龍。小時候甚至懷疑是為了蹭成龍的熱度。當年不知道有 PCE 版，後來看到 PCE 版裡主角的樣子，終於釋然了。這個版本應該才是哈德森當年主推的。除了畫面，相比 FC 版 ，PCE 版有更多種類的敵人和场景，更多的音樂曲目。不過紅白机版也有自己的特點，音樂編曲相當出色，呈現的效果很好，操控流暢，關卡設計的素質也不錯。個性化的敵人結合平台和強制卷軸，再穿插小遊戲，有很好的遊玩節奏。BOSS 的設計稍弱，除了最終的 BOSS， 其他幾個大體型 BOSS 都是固定的圖片加局部移動的模式。個人評價4顆星。家庭打磚塊，一款標準的桌面打磚塊遊戲。家庭打磚塊是日版名的翻譯，但本作先發布的是美版。美版的原名叫 Thunder and Lightning， 由 Visco 開發，2個版本分別由 Romstar 和雅典娜發行。有一個和內容毫不相干的故事設定：秦先生是一個美食愛好者，為了尋找最頂級的美味佳肴，不小心喚醒了雷霆戰士。作為懲罰，他必須使用爆破球和一根棍子，闖過30道悔恨之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畫面裡的秦先生舉着棍子來回移動，要在固定的畫面完成30個關卡。關卡裡的目標是清除所有的磚塊。有些特別的是，左右移動的時候按住 B 鍵可以加速，也能獲得各种強化道具。但这些道具并不是通過摧毀磚塊掉落，而是擊中場景裡來回遊蕩的載具。根據關卡主題的不同，載具也會不一樣。前面幾關是海底的主題，載具是潛艇。後面的關卡變成其他的主題，載具是飛機或者 UFO。 掉落的這些道具也和泰東的打磚塊類似，像是能讓球粘在棍子上的手套，同時出現多個球，減慢球速，加長棍子，讓球變大增加破壞力，或者是可以發射的導彈。也有類似敵人的角色，比如章魚會附在棍子上拖慢速度，烏龜會變成磚塊增加工作量。但也有些角色用球擊中它們會產生有力的效果，像是這隻小鳥被打中後驚慌地到處亂竄，可以幫助破壞磚塊。擊中雷電童子後，它的身體周圍出現旋轉的圓球，也能幫助清除磚塊，但同時它會發射雷電，將主角麻痹，無法移動。另外，本作的雙人模式有2種玩法，除了傳統的2人輪流遊玩，還有一種2人同時游戲，分別操控一根較短的棍子的合作模式。总體來說，這款打磚塊的遊戲沒有特別新鮮的內容，操控的感覺還不錯，30個關卡的設計也比較有個性，但都是這類遊戲裡常見的元素，沒有特別出彩的地方。個人評價2星半。十道，一款磁碟機上的益智解謎遊戲，是一個移植版本。原版遊戲是一家美國公司發布在蘋果電腦上，虛構了一個東方文化的故事，結合了中國古代易經的占卜，棋盤和石頭就是占卜的工具。像這種美國公司做的桌面解謎遊戲，通常都不會放過所有的主流平台，所以本作也是版本眾多。磁碟機的這個版本由一家小公司 Hero 開發和發行，而且沒有實體盤，通過覆蓋寫入的方式發布。規則是在固定的屏幕上有一個12×8的棋盤，共有96個方格，要將不同的石頭放置在這些方格上。石頭有2種屬性，顏色和符號圖案，有6種顏色和6種符號，組合起來有36種不同樣式的石頭，每一種石頭又有2顆，所以一局遊戲是將全部的72顆石頭放在棋盤上。但有一個前提條件，
必須與顏色或者符號相同的石頭相鄰才能放置。開局時，在4個角落和中間會預設好6個石塊，接着按照規則一個個放進去。前面的幾個感覺很簡單，遊戲的關鍵是隨着桌面上石頭數量的增加，會遇到同時和2個或者3到4個石塊相鄰的情況。這時放置的石塊必須同時滿足顏色和符號的條件。比如有2個相鄰的石頭時，要和一個顏色相同，同時和另一個符號相同。有4個相鄰石頭時，要和其中的2個顏色相同，另外的2個符號相同。在遊戲的過程中，按 B 鍵可以打開菜單。第一個文件是新開或者結束一局。第2個模式可以設置雙人遊戲，也可以讓電腦操作。第3個幫助欄，執行毀棋或者獲得一些提示。第4個設置欄，可以切換棋盤的形式，並使用不同圖案的石頭，也可以完全由自己編輯畫面。最後一欄是顯示高分。這款遊戲從玩法上看，初上手感覺還是不錯的。當遇到和多個石塊相鄰的時候，得花時間思考，但多玩一會兒就會覺得比較單調，缺少變化。在 Game Boy 掌機開始風靡全球的這個時間，益智解謎遊戲眾多，而這款遊戲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，最終淪為被大部分人遺忘的冷門。個人評價2星半。千代大相撲，亞克系統開發 Face 發布的一款相撲遊戏。千代指的是日本前相撲選手千代富士，本名秋元贡，是日本第58代橫纲。在游戲裡，他作為指导者和最終 BOSS 登場。相撲題材的遊戲之前也介紹過幾款，玩法都差不多。本作和第26期裡介紹的特庫摩的大相撲非常相似。遊戲提供幾種不同的模式，有普通的對戰模式，還有用於教学的練習模式和觀看模式。在練習模式裡，能一邊查看按鍵組合一邊練習，不過做的並不太好。主要的內容是生涯模式，從前头14頭目開始，不斷的挑戰對手，最終的目標是橫綱。這其中又包含了关取和目下2種難度。有一個有意思的小設計，玩家在預設好的選項裡選擇不同的面部特徵，給人物捏臉。在比賽當中，雙方在自由狀態下 A、B 2個按鍵結合方向鍵左和上，可以使出擊打、推手或者躲避。進入抓持狀態後， B 鍵結合方向鍵使用各種投技，用 A 鍵加面對的方向將對手推開。畫面的下方也有2個橫條，分別是氣力槽和體力槽。體力槽隨着比賽進行逐漸減少，气力槽決定了使用招式的威力。按方向鍵下給氣力槽蓄力，但如果到了最大值繼續按鍵，氣力槽會重新填充。底部還有2個手的圖案，有時會改變顏色，表示在抓持狀態下對對手的控制。在生涯模式裡，提升排名的過程中可以訓練，增加自己的屬性值。這些訓練內容基本都是要不停的按鍵，通過完成不同的訓練項目獲得升級點數，提升體力、腕力、速度等屬性值。這款相撲遊戲的玩法上借鑑了之前同類遊戲，並沒有太大的創新之處，而且電腦的 AI 比較糟糕，實際比賽的體驗還不如之前特庫摩的大相撲。個人評價2顆星。自我中心派2，根據同名漫畫改編的麻将遊戏，由阿斯米克發行。這是紅白機上的第2部作品，第1部在88年11月推出，在第43期介紹過。同時期在電腦端、PCE、MD 和超任上都有發布作品。原作漫畫就是以職業麻將選手為主角，講述他們打麻將的搞笑故事，裡面有各種稀奇古怪的角色和技能。本作的系統和前作幾乎一樣，沒有太大的變化。3種遊戲模式：自由模式、章魚戰鬥模式和淘汰賽模式。在自由模式裡，從24名角色當中任意選擇对手，組成一桌4人麻將。和前作相比，有些角色發生了變化，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屬性、打牌的風格和擅長的方式。打麻将的過程中，有時人物会做一些动作，或者說特定的台詞。第3個淘汰賽模式裡不能選擇角色，只能使用本作的主角。第2個章魚戰鬥模式是主要的內容，和前作一樣，還是先選擇陣營，是正義的一方，還是加入邪惡的章魚團伙。之後在日本地图上選擇一個區域，進入該區域後变成一個戰略地圖的形式，在地圖上控制我方的頭像，
在格子內推進，當雙方頭像遭遇，就會進入麻將對局。不同的地區，兩邊陣營對應的角色也會有所不同。這款麻將遊戲和前作並沒有太大的區別，主要還是依托於漫畫裡的各種角色，能夠吸引部分的粉絲玩這款遊戲。對於這些內容，我依然興趣不大。相比之下，還是更喜歡麻將結合 RPG 講故事的方式。而且在同時期，其他平台也都登陸了這個漫畫改編的麻將系列。當年紅白機的這個版本已經不怎麼受歡迎了，個人評價2顆星。特庫摩世界杯足球賽。特庫摩在紅白機上曾經發布過足球主題的游戲，就是經典的足球小將。足球小将也推出过美版，美版的名字和今天介紹的這款特庫摩世界杯足球很相似，比較容易搞混，但兩部作品並沒有什麼聯繫。本作就是一款傳統的足球遊戲，算是特庫摩1985年在街機上推出的足球游戲的移植版。開始畫面只能選擇單人模式或者雙人對戰，有16支可選的國家隊，不同隊伍之間並沒有明顯的能力差別。單人模式下，選定一支隊伍後，要依次戰勝其他15個對手，最後奪得冠軍。這個過程當中，電腦對手的難度會逐漸提升。在比賽裡，以一個頂部的俯視圖呈現比賽。球場上有完整的11名隊員，但並不會同時出現在畫面裡。進攻時 A、B 兩個按鍵分別對應輕和重兩種踢球的力度，不區分傳球和射門。防守時 A 鍵鏟球， B 鍵切換控制的隊員。這樣的操作方式也不算新鮮，不過本作在紅白機上還是相當的有辨識度的。隊員在帶球的時候，球就像粘在腳下一樣，加上操控很流暢，這種設計能讓玩家很容易的盘帶、變向和過人。傳球給隊友時，結合方向鍵，只要這個方位有自己的隊友，基本上都能精準到位。但路線上如果有對方的球員，也很容易被斷球。防守時使用鏟球能快速觸發，滑鏟的距離很長。對手也會大量的使用鏟球，加上電腦 AI 設計的比較合理，雙方隊員的位置都在線，這樣爭奪球權變得相當激烈，遊戲節奏也很快。整體來看，這款足球遊戲雖然操作簡單，但良好的操控感加上快節奏流暢的體驗，玩起來相當爽快。前面提到的一些特點，在同時期16位主機的足球遊戲裡並不少見，但在紅白機上顯得相當突出。不過遊戲的模式過於單一，也沒有陣型選擇，球隊和球員缺少差異，長時間遊玩的話感覺比較單調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，還請多多支持。咱們下期再見。